2035末日病毒肆虐，女性成为人类和业族争抢的繁育珍宝。我和后妈其中一人要被迫沦为双方停战言和的交易筹码。上一世，后妈将我推向了奇丑无比的夜将，结果血月之夜降临时，夜将登基为皇，带领暴走的夜族踏平了人类基地。后妈沦为夜族玩物，而我则成了人魔敬畏的夜后，在城堡中受万人侍奉。后妈因嫉妒我拥有一切，趁机将我拖下悬崖。在睁眼时，回到了人类与夜族签署停战协议的那天。熟悉的议事大厅内，夜将与人类首领相对而立，我身边则站着一脸纯真无害的后妈林思妹。林思妹主动接近夜将，诚恳宣誓要牺牲自己换人类安宁。临了，她还娇柔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确定林思妹也重生了。她靠在满身黑鳞的夜将怀里，矫揉造作地说，比我更懂得如何服侍男人。她这副与前世截然不同的模样，令我心中嗤笑。上一世，她对夜将的鳞片避之不及，说自己身娇体弱，肯定受不住夜族的折腾。如今她却主动贴上去，显然是只看到了我后来的风光，彻底忘了血色越是越那些失控暴走夜族的可怕。她也不知道，我为了活下去，与夜族后宫中各个不怀好意的女人厮杀，浑身满是伤痕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而此时的林思妹仗着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在高大的夜将面前显得格外诱惑讨喜。她顺势搂住夜将的腰，将脸贴上去笑。夜将对她这副姿态勾起了几分兴趣，单手就将她抱起。林思妹惊喜搂着夜将的脖子，重生的她望紧了夜将必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王。在看向我时，眼中满是得意和嘲讽。我看她志得意满的样子，差点笑出声。上一世，在我怀上了夜将孩子时，夜族血脉每晚都在我体内灼烧，每分每秒都要忍受抽筋挫骨的疼痛。血月之时还要用尽力气安抚失控的夜将，稍有不慎就会被他撕碎。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林思妹没看到其中苦楚，但这一世都将由她亲身体验。我没有再理会林思妹，逐步走到旁边那位始终戴着面罩的冰系夜魔，向众人宣布他今后就是我的伴侣。周围瞬间爆发出一阵质疑，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夜族与人类的混血，最弱的半夜族。林思妹见状捂嘴偷笑，临走之前来到我面前，满是讥讽嘲弄。她还装出一副母女情深的模样，叮嘱我好好守着半夜族的杂种过日子，等着被夜族入侵后沦为玩物。而她则要和夜将去过好日子，成为万人敬仰的夜后。我表面故作疑惑不解，内心却发出鄙夷冷笑。他们都不知道的是，上一世夜将之所以成为夜皇，完全是因为我体内特殊的纯血基因。我的纯血可以让夜族突破力量桎梏，而眼前这个叫顾夜寒的冰系夜魔，是夜族最温柔的男人。他兼具人类的隐忍与夜族的强悍，能完美承接我的纯血赋能，更是我这一世应对血月降临、逆转命运的关键。我带着顾夜寒返回基地的住处，门刚关上，我就把顾夜寒扑在床上。我压着他的同时，拿出匕首划破了手掌。顾夜寒心疼的要为我缠绕纱布，可我却没有理会，攥紧手掌将鲜血挤出来。如今时间紧迫，我要最大限度提升他的实力。顾夜寒则面对鲜血浑身颤抖，血脉里夜族基因被彻底激活。他那漆黑眼眸里闪过瞬间想要将我彻底吸干撕碎的想法，可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，转身想要逃出去。不愧是我选中的最温柔夜魔。我拦住他面前，将手掌伤口抿在他的嘴唇上。他在血液冲击下，身后翅膀猛然张开，陶醉伸出舌头舔舐嘴唇，失血的虚弱感让我感到晕眩。但这还不够，这成长速度还是太慢。我拿玻璃罐子开始储存血液，要让顾夜寒在1天之内成长为2阶夜魔。然而就在顾夜寒吸食完血液，睁开猩红的双眸的刹那，我看到他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视我为猎物。他的巨大身影带着强烈的压迫感逼近，伸出手掌即将捏住我的脖子。顾夜寒手掌逼近我的脖颈，却迟迟没有动手，哪怕在夜族基因冲击之下失去神智，依旧不愿意伤害我。但他猩红眼眸里的暴力始终未褪去。我见状微微一笑，抬手将掌心未干的伤口伸到他猩红瞳孔前，纯血甜香瞬间抚平他眼底暴力。上一世夜将靠吸食我的纯血登顶夜府，却在血月时暴走胡扯，而顾夜寒能在血脉本能前坚守克制，这正是我对抗夜族的关键。用我的纯血让顾夜寒在血月前成长为夜皇，同时成为他失控时的枷锁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每天都将纯血滴进罐中储存起来。就在我准备将10几个血罐放在储存室时，却手滑摔碎了其中一个，纯血渗进地板缝隙，蒸发成金色血雾，顺着通风口飘出废旧基地。我顿时慌乱地拿起水桶冲洗，只因我的纯血是夜魔们天然诱食剂，仅仅一滴便足以引起骚乱。我趴在窗户边，严阵以待地观察了整整1个小时，可目光所及还是满目荒凉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心中庆幸因为收拾的及时，并没有引起夜族动作。我刚准备关上窗户，可便这时高空中一道黑影从云霄俯冲而下，正是夜将最忠心的部下暗影夜魔。他是被房间地上的纯血吸引而来，鼻尖微动之下嗅到了房间纯血残留的味道，他眼神中充满震惊，随之透过窗户探究的打量。我见到这一幕，躲在窗边捂着嘴不敢喘息。好在暗影夜魔并未贸然上前，转身飞走。同时见他在用异能联系谁，我顿时心中大惊，难不成他要通知夜将？我纯血的特殊作用如果被夜将知道，他一定会强行把我变成移动血库，活得比上一世更加凄惨。就在我胆战心惊的第2天，血月却提前升起，夜族暴乱提前了。清晨，我被血魔的嘶吼声惊醒。就算是白天，窗外的血月还是高悬天际，将荒原染成一片猩红。就算待在距离夜族10几里外的废弃基地，仍能感受到夜族的暴力嘶吼。
使得耳膜都泛起细密的刺痛。我猛地起身，指尖划过床头的纯血储存罐，玻璃罐身的微凉触感是此刻最安心的存在。顾叶寒就站在我身侧，周身冰蓝能量翻涌不定，眼底翻涌着嗜血的红，显然是被血液能量刺激，濒临失控边缘。我拧开一罐纯血递到他唇边，他喝下纯血瞬间，周身的躁动瞬间平息，冰蓝能量重新主导身体。见我眉头紧蹙，时不时看向窗外，他展开巨大的冰翼，将我护在身下，动作温柔，像是在呵护一件珍贵而易碎的稀世珍宝。我因为血月而产生的暴躁情绪也随之平复。我走到窗前，视线透过杂乱街区，看到人类乱作一团，夜族逐渐步入狂暴状态，开始发狂攻击人类，而人类则是蜷缩在角落发抖，还有人握着武器胡乱挥舞，完全没了章法。而街区另一边的荒原上，无数夜族互相嘶哑嘶吼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基地方向。这就是血月降临的威力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越到后期，夜族的力量就会越强，也会彻底失去理智，沦为杀戮机器，人类会一步一步被夜族击垮。我想起前世的我，此刻正被狂暴的夜将囚禁在密室里，铁链锁着四肢，每天被强行放血，忍受着抽筋错骨的痛苦。这一世，我身边有忠诚强悍的顾叶寒保护，更是储备了充足的纯血。淡然看着人类和夜族乱战，我将纯血分装到备用容器里，给顾叶寒随身携带，以防出现不时之需。他单膝下跪，对我表示忠心，就算死也要死在我前面。我嘴角含笑，摸着他的脑袋表达认可。就在这时，手腕上的特制通讯器突然震动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正是林思妹。我满是冷笑，接通通讯器。林思妹身形通过全息投影出现在房间，她涂满浓妆的脸不屑打量着我，身后是夜族漆黑阴暗的大殿，刻意挺胸露出脖颈，还残留着夜将留下的咬痕。抬手炫耀着手腕上的黑色鳞甲手镯，她语气满带讥讽，问我是不是正躲在角落怕得发抖，还炫耀着她早晚会成为夜后。如今掌管夜族半数物资，受族人供奉，还满腹得意地出声嘲讽我，守着的混血废物，迟早被夜族大军撕碎，劝我识相点，主动前去为奴，或许能给我个端茶倒水的位置苟活。我嘴角泛起嘲弄冷笑，林思妹不知道夜将没有我的纯血滋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血脉失衡彻底暴走。我清楚记得上一世，夜将失去纯血供给后有多恐怖，他黑鳞爬满全身，双眼赤红如血，理智尽失，连最亲近的部下都被他撕碎吞噬。林思妹现在的风光或是镜花水月，夜将不过是把他当成缓解血脉躁动的工具，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，将尸骨无存。我没打断他的炫耀，静静听着他罗列所谓的荣华富贵，直到他炫耀完，我才缓缓开口，说他眼中的福气不过是催命符。林思妹脸色一僵，随即恼羞成怒骂我，这辈子都只能困在废弃基地，最后被夜魔分食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挂断通讯。上一世，我遭受夜将日日夜夜折磨，还被吸干了纯血，要生不能，要死不行。而林思妹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这笔血海深仇，我定会让他们1000倍偿还。顾叶寒就是我复仇的最强利刃，有我的纯血赋能，他迟早会超越夜将，成为真正的夜族主宰。顾叶寒为我端来特意调制的营养剂，我将双脚轻轻搁在顾叶寒的腿上，他手法熟练地按摩着我那冰凉的脚踝，我享受着按摩，等喝完营养剂，走到窗口观察着基地周边。血月依旧高悬，荒原上的嘶吼声从未停歇，夜魔们在血红的天光下四处游荡，不出3天夜魔就要打入基地。我调整好心态准备回去休息，却发现在基地西侧，一个黑色身影正藏在岩石后，那双猩红的眼眸透过房屋死死锁定着我。我顿时如坠冰窟，汗水浸湿后背。来者是夜将手下暗影夜魔，我就知道暗影夜魔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那道猩红目光像淬了毒的针，死死扎在我的身上，显然是被纯血气息勾住了魂。他认为我一个纯血弱女子就是块案板上的肥肉，身边也只有顾叶寒个混血废物。他一直在等机会动手，就在如此氛围之下，迎来了血月升起的第4天，荒原上的嘶吼声愈发靠近，四周大地都在微微震颤。楼下暗影夜魔知道不能等了，便从废墟中直奔房间而来。他看起来更显狰狞，黑袍下的皮肤爬满黑鳞，手里攥着一把泛着黑紫光的骨刃，显然是做足了准备。他快步来到房间门外，用伪善的语气说想和我做个交易，用夜族的稀缺物资换一点纯血。我讥讽地看着他那拙劣的表演，没有理会。而暗影夜魔耐心耗尽后，不再掩饰杀意，挥舞着骨刃疯狂劈砍门板，嘶吼着让我赶紧滚出来，否则就拆了基地，把我和顾叶寒碎尸万段。我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营养液，看着他像一头暴怒的野兽朝大门撞来，我按下了腕表上的蓝色按钮。下一刻，基地大门打开，顾叶寒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他猛地展开翅膀，那是一双冰翼，比之前大了1倍不止，冰晶纹路在血月微光下闪烁着致命寒光。暗影夜魔脸上闪过一丝惊愕，显然没料到顾叶寒会短时间变得如此强悍，但顾叶寒身上浓郁的纯血气息对他有着致命诱惑，他嘶吼着扑了上去，而顾叶寒仅是冰翼一震，瞬间闪到暗影夜魔面前，冰翼横扫之下，暗影夜魔被你重重砸在地上，飞血喷溅而出。下一刻，顾叶寒一脚将暗影夜魔踩在废墟之中。顾叶寒转身看向我所在的方向，眼底的杀意褪去，只剩温柔。我更加确定，只要有顾叶寒在，任何来犯之敌都只是送菜。就在这时，通讯器突然跳出林思妹的信息，我刚点下接通，就见她的虚影出现在房间。她满脸怨恨，告知已经知晓我的纯血才是夜族最想要的。我顿时诧异，抬头看向了她，我眼底尽是嘲讽。
就算林四妹知晓我是纯血又如何？叶将最为嗜血，这一世没有我的纯血镇压，早已濒临暴走。应该早就把大殿中的族人屠戮殆尽。现在那阴暗的大殿，此刻就是困住林四妹的巨型囚笼，而他最好的安抚方式，便是拿林四妹出气。一想到他要遭遇叶将无休止的迫害，我嘴角就忍不住露出笑容。林四妹见我没有回复，便一遍一遍地用通讯器呼叫。我等了半个小时后才按下接通。林四妹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叶将，对他各种施暴，求我看在母女情深的份上救救他。听得我心头冷笑，直接挂断通讯。我幸福的家庭就是被他这个后妈拆散，现在的苦更是他咎由自取，想让我拯救他，做梦。不过第二天，林四妹就领着叶将和一队夜魔逼近基地，我不由得冷笑出声。林四妹认定我手里藏着破解危机的关键，为了自保，便怂恿叶将带人来抢我的纯血。叶将处在暴走的边缘，不管不顾冲向房间，我也没有丝毫惧怕。如今的顾叶寒在纯血滋养下，比与叶将还强上几分。顾叶寒的身影逆光而出，背后巨大的冰翼展开，冰蓝能量沸腾如潮。众多夜魔见状纷纷后退，露出了忌惮的神色。可就在顾叶寒迈步向前发起攻击的瞬间，突然按住胸口发出痛苦的闷哼，冰翼剧烈颤抖，出现了蛛网状的裂痕。他猛地抬起头，鲜红瞳孔里只剩彻骨的狂躁。之前哪怕他彻底暴走，也会用残存的理智避开我。可现在那双眼睛里只剩对猎物的锁定，我惊恐的连连后退。第一次感觉事情脱离了掌控。林四妹目睹顾叶寒暴走，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，而顾叶寒的此刻浑身正被黑气疯狂啃噬。我摇晃着手，想唤醒他残存的神智，可他只嘶吼着回应，不仅没起到安抚作用，反而让他眼中的暴力更甚。林四妹脸上挂着恶毒的笑，挥手命令夜魔们强攻。我转身往房间冲去，那里藏着我所有储存的纯血，是唯一能救顾叶寒和救我自己的筹码。身后传来冰面碎裂的巨响，顾叶寒已经追上来，他的冰翼扫过走廊，两侧房屋接连倒塌，砸在地面上震得地动山摇。我只能拼命往前跑，眼里只有前方不远处的储存室大门。架子上整齐摆放的血罐在灯光下泛着诱人的红光，那是我用无数次放血的痛苦换来的保命符。就在我伸手要去抓最前面一罐血罐之时，一股巨大的力量突然从身后袭来，把我死死按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动弹不得。顾叶寒的獠牙擦过我的耳垂，冰冷的触感贴上我的后颈，带着浓重的嗜血气息，让我浑身汗毛倒竖。我能清晰地看到架子上那些血罐，却被他禁锢得无法移动分毫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猩红的瞳孔里狂躁越来越浓。我勉强伸出手指去碰到一瓶血罐，血罐打翻在地的瞬间，纯血气息让顾叶寒的嘶吼戛然而止，浑身狂暴的兵气骤然收敛，背后布满裂痕的冰翼猛地展开，冰晶纹路在纯血的滋养下快速修复，甚至比之前更加璀璨锋利。我见他恢复正常，瘫软在地大口喘息，这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夜魔们得令纷纷冲入房间，可下一刻，顾叶寒的翅膀穿透他们的胸膛，瞬间将其冻成冰雕，轰然碎裂。林四妹的笑声僵在脸上，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恐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失控的顾叶寒竟然能被我的血液唤醒。反观剩下的夜魔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而顾叶寒一步踏出，开始大开杀戒，短短10几秒就将冲进来的夜魔悉数解决。林四妹被吓得转身就跑，只恨自己没有多长几条腿。正当顾叶寒要追上去时，我却抬手将他拦住。比起后妈的死活，我更加担心他的身体，生怕他直面血月会再度暴走。却发现刚才的纯血不仅让他恢复理智，更让他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。顾叶寒眼底满是愧疚，伸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腕，温柔查看刚才被他抓伤的伤口。我摇头示意自己没事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血罐上。我心中清楚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。叶将察觉顾叶寒的强大，早已逃之夭夭，这让我和顾叶寒有了喘息机会。他给我包扎伤口的同时，我在窗口打探如今外界的情况。入眼便发现基地的人类正在收拾残局，人们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。我去调出所有的监控画面，只见荒原上遍布着人类和夜魔的尸体，远处的人类基地方向浓烟滚滚，隐约能听到绝望的哭喊和痛苦哀嚎，画面更是让我瞳孔紧缩。曾经坚守的人类防线已经出现缺口，有几人正将受伤的同伴推向追来的血魔，以此换取自己逃跑的时间。那名受伤的士兵摔倒在地，绝望地伸出手，却只看到同伴们冷漠的背影，下一秒就被血魔撕碎，惨叫声响彻天地。他们的眼里没有理智，只剩原始的贪婪，为了活下去，不惜将同类当成垫脚石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惨状，想起上一世被林四妹推下悬崖的瞬间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有冰冷的平静。人类自相残杀，只会给业族制造最佳的进攻时机，而那些互相背叛和抛弃同伴的人类，不过是在加速灭亡速度。我满脸严肃地关掉监控，心中明白之前的交锋都只是末日序曲，2天之后红月会变大数倍，那时业族的力量将会达到巅峰。等那时叶将再率领的业族大军攻来，人类摇摇欲坠的防线将更加不堪一击。我清楚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。业族大军像一片遮天蔽日的乌云，压在人类防线的上空，他们在狩猎整个人类族群，在这样的终极猎手面前，任何时候都可能遭殃。我也开始极致蛰伏，停止了所有多余的动作，每天只在固定的2个时间点储存纯血，一次是凌晨3点，血月能量最弱，一次是正午时分，血月被云层短暂遮蔽，无论是业族还是人类都处于最疲惫的状态。这是2个最不容易被察觉的窗口期，每天传来的人类惨叫和业族嘶吼，始终提醒着我战争从未停止。我看到人类防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溃瓦解，东边的堡垒被业族攻破，熊熊烈火染红了半边天，西边的防御被夜将炸出巨大缺口，无数夜魔像潮水般涌入，南边的幸存者为了争夺最后一点物资互相残杀，完全不顾身后逼近的业族大军。业族的行动越来越频繁，每次出手都伴随着毁灭性的力量，显然血脉失衡已经到了临界点，距离业族彻底暴走只剩最后一步。
到时候人类会彻底灭亡，而我只能在基地里静静等待，看着人类的希望一点点熄灭。好在身边还有顾叶寒陪着我，随着暴走倒计时不断缩减，我知道真正的灭顶之灾已经要爆发了。第3天的凌晨3点，我开始全景监控，我指尖在控制面板上轻轻滑动，操控着监控探头逐一扫过人类防线的各个区域，精神高度集中，不放过任何一丝异常。荒原上的嘶吼声比往常更密集，夜魔们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，开始朝着防线的方向缓慢移动。我切换到防线内部的监控频道，画面里的人类幸存者还在沉睡，只有少数巡逻的士兵拖着疲惫身影来回走动，脸上满是麻木和警惕，还没有发现夜族的到来。我正准备调整监控角度，意外就在此刻发生。就在监控探头扫过防线东侧的废弃哨塔时，一阵异常刺耳的波动在空气中炸开，能量涟漪透过监控画面都能清晰感知到，那是夜族泄露的气息。我的心脏猛地一沉，立刻将镜头推到最大，反复回放刚才的片段。废弃哨塔的阴影里闪过几道黑色的身影，速度快得几乎留下残影，显然是训练有素的夜魔。我坐在多屏监控前，盯着防线每一个角落，直到正午，监控画面里出现了异常，3个陌生的身影正朝着基地的方向移动，他们脸上沾着污渍，眼底深处藏着的猩红杀意。我坐在屏幕后屏住呼吸，只见对方指尖指向我所在的位置，我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他们果然是冲我来的。夜族的先头部队已经潜入防线，更大规模的集结就在眼前，即将面对的可能是数以万计的夜魔。基地外围的监控突然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，无数夜魔像暴怒的野兽正在疯狂冲撞防线，他们露出锋利的獠牙和漆黑的利爪，在人群中肆意屠杀。其中夜将周身的黑鳞已经蔓延到了脖颈，双眼赤红如血，周身黑紫色的能量狂暴翻涌，所到之处，人类士兵像纸片一样被撕碎。没有我的纯血镇压，他迟早会沦为血脉的奴隶。他身边跟着的正是林思妹，脸上却满是惊慌失措，显然是被夜将的暴走吓坏了。可当他的目光落在基地时，惊慌瞬间被贪婪取代。说知道我手里有能镇压血脉的纯血，说我是他的女儿。就算他之前做错了事，可我们名义上的母女情分还在，母女情分可笑至极。我依旧沉默，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基地外的厮杀声越来越近，夜将的耐心彻底耗尽，他转身对着混乱的战场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，显然是要召唤更多的夜族过来，用蛮力攻破我的基地。就在这时，林思妹突然拉住了他，对着基地大喊：夜将已经快彻底失控了，只有我的纯血能救他，也能救所有还活着的人，让我跟他们见一面，好好谈谈。我早已通过监控知晓，曾经光鲜亮丽的后妈，如今没有利用价值，被夜将赏给了身边的2名夜魔。就算他死死抱住夜将的大腿，极力谄媚讨好，可还是沦为玩物，被2名夜魔抓住胳膊，如死狗一样被拖拽着往角落走去。此事之后，他为了活下去，一直趴在地上翻找蟑螂吃，甚至学会了烘烤蟑螂饼，早已沦为荒原上的乞丐，眼里只剩麻木和贪婪。我看着林思妹这副惨状，微微一笑。而这时，他一步步朝着我所在的位置走来，基地的门紧闭，隔绝了内外2个世界。门外传来林思妹断断续续的哭诉，声音嘶哑又凄厉。他一遍遍诉说着夜族的凶狠，说那些夜魔将他当作玩物肆意欺凌，说夜将在血月之后就对他拳打脚踢。他刻意强调自己的人类身份，说我们同为人类，本该守望相助，妄图用所谓的同族情谊道德绑架我。可上一世我经历过那般惨痛的背叛，心中道德早已在末世的血与火中烧成灰烬，只剩下活下去的本能和复仇的执念。林思妹的哭诉越来越伤心，如今只能去生啃夜魔的尸体充饥，活的还不如一条狗。我靠在顾夜寒怀里没有回应，而顾夜寒贴心为我挡住窗外血月暴力的红晕，还递来温热的营养剂和新鲜烤肉。我只需要慢条斯理地享用着美食，享受着他温柔的侍奉，一门之隔2个世界。门外林思妹在一遍遍忏悔着自己的过错，我等她所有希望被沉默而彻底磨掉时，就知道时机到了。我则趁机从储存室取出3个特制容器，一个装满顾夜寒的冰系夜魔血，容器内泛着寒光；一个注入我自己的纯血，像跳动的火焰；最后一个是人类的血，与低阶夜族血的混合物，暗沉的颜色透着诡异。上一世我在被夜将囚禁时偶然发现，不同种族的血液一旦混合，就会产生致命的毒性。这种毒能穿透夜族的强悍体魄，瓦解人类的生命机能，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抵御。这也是我为他们准备的终极礼物。我将3个容器的血液缓缓倒入一个密封的水晶瓶，3种颜色的血液在瓶内剧烈翻滚、交融，最终化作一种漆黑如墨的液体，那是剧毒成型的信号。我将瓶口封死，确保毒性不会泄露，然后将血罐放在监控画面能清晰捕捉到的储藏室内，这是我给夜将的恩赐，也是终结一切的裁决。我故作犹豫地叹了口气，缓缓松开了第1道门锁，门轴转动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林思妹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在踏入基地的瞬间，目光不受控制地看向储存室的方向，那里面藏着她觊觎已久的希望，而我刻意给她可乘之机。林思妹蹑手蹑脚去窃取血罐，得手之后，她脸上露出狞笑，悄悄退回门口，用身上的通讯器向夜将发送信号。通讯器的信号刚发出，荒原上就响起震天动地的嘶吼。夜将带着密密麻麻的夜魔，像潮水般猛攻基地外围。顾夜寒悬浮在基地顶端，冰翼展开如遮天蔽日的冰晶华盖，将夜魔的攻击尽数挡回，却依旧挡不住后续夜魔的疯狂冲锋。而林思妹已经带着偷来的血罐，跌跌撞撞跑回夜将身边，她脸上还挂着得逞的狞笑，迫不及待地将喝剩的半罐血献了出去。而夜将早已被纯血的诱惑冲昏头脑，一饮而尽，漆黑的毒液顺着他们的喉咙滑入体内。不过片刻，剧毒便瞬间发作，夜将覆盖全身的黑鳞开始成片脱落，
疼得他发出震惊的呼啸。林思妹也是痛苦的五官扭曲变形，凄厉的惨叫声穿透厮杀声。两人死死盯着房顶的我，眼中满是滔天恨意与难以置信的惊恐。他们事到如今才察觉到上当吗？而顾夜寒早已做好准备，背后兵役展开到极致，纯血赋能让他的实力抵达巅峰，直冲叶将而去。双方每一次碰撞都让大地震颤。由于叶将体内剧毒让他的反应慢了半拍，动作越来越迟缓，不出5分钟便再也支撑不住庞大的身躯，重重摔倒在地上。他胸膛微弱起伏，只剩最后一丝气息苟延残喘，眼底的猩红被死寂取代。林思妹趴在不远处，拖着残破的身躯艰难地向前爬行。我站在房顶淡然看着这一切，她朝着我伸出手臂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祈求，向我寻求最后一丝生机。而我缓缓走下出基地，在她的手即将触碰到我裤脚时，淡然收回腿。我俯身冰冷的目光扫过她残破的脸，一字一句细数上一世的仇怨。我说她如何将我推向叶将，如何抢夺我的保命物资，又如何在最后将我推下悬崖。每说一句，她脸上的神色就惊恐一分，而我心中积压2世的恨意终于得以宣泄，直接转身离开，留她在这儿自生自灭。而残存的夜魔们见识到顾夜寒的恐怖气息，纷纷放下武器，向新的主宰单膝跪地。顾夜寒凭绝对实力成为了夜皇，他没有延续夜将的残暴，而是第一时间颁布禁令，以冰系夜魔的凛冽威压震慑所有夜族，严禁再对人类发起劫掠，违者将被冰封永世。原本肆虐的夜魔们退回了各自的领地，我站在基地前，看向人类基地的方向，我望着这来之不易的平和景象，心中清楚，这场跨越种族的救赎与抗争，不过是漫长征途的开端，真正的和平从不是一劳永逸的胜利。真正的守护也不止于摧毁眼前的敌人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要与顾夜寒一起维系这份脆弱却坚韧的平衡，抵御未知的危机，守护这方重生的天地，建立起人类与夜族共存的新秩序。